果要是我和安悠爸爸离婚的话，也没有问题，我也可以把安悠带走。맞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忙活呀，我们学生的活动我也得跟着忙活。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韩国的出入境管理处。哎，我发现我的学校的卡好像找到了。学校卡找到了，魏山的出入境管理处把我的永住取出来，永住已经办好了。我这2天一直没有时间过来，今天抽点时间，然后把身份证换一下。但是呢，我们这个文艺汇演呢，就是在5月30号3点半，然后呢到6点半。开幕的时候就是剪彩的时候，我到时候我发给你。的永住换完了，这是在韩国拿的这个，登录证就是永住了，然后和我之前的那个登录证不一样，我之前登录证是结婚移民，第一次我记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孩子，是1年给我们签，然后呢怀孕的时候准备完材料之后，那边的签证官非常的大方，咔咔给了我3年。现在呢，这是续了几年，这续了2、3次，三次了吧，差不多2次、3次。结婚这是第8年了，然后就把这个永住换下来了。其实这个永住我早就能换，但是我因为之前那个时间没到期，所以呢就没有换。这个永住主要是需要存款证明，然后才能换。好了，走吧。回家了。如果要是我和安悠爸爸离婚的话，也没有问题，我也可以把安悠带走，就不涉及这个什么问题了。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哎呀，这次我可不怕这个给安悠悠的爸爸吵完架之后，我带不走孩子了，这次是可以带走的。以前的那个签证嘛，是需要依附在安悠悠的爸爸名下的，然后如果要是我和他一旦是产生什么问题或者纠纷的话，一旦我们俩如果分开的话，那我的签证就没有效了。反正如果要是说我想继续抚养孩子的话，那还是很麻烦的。但是这个签证的话，我就可以有很多的话语权。之前的都是没有话语权的，是依附在别人下面的。然后呢，最终凭借我的努力换成了永住。这个永住我没有依靠任何人，就是真的是依靠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我换永住的时候，安悠爸爸还没有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没有收入。这边呢是必须要求有一定存款才能给你换的，所以我是用存款换的永住。自从我去大学里工作以后我发现全家都特别和谐。我公公婆婆，特别是我婆婆变化特别大。她现在非常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以前的时候，我婆婆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她就特别护孩子。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因为我不是晚上的时候需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嘛，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9点半了，然后我上去一看。安悠他爷爷奶奶带着我上去一看，9点50我上的楼，我去的4楼。我上去一看，家里开着电视，开着灯，安悠在一个人拿着一个手机在看。安拿着他奶奶的手机，悠悠拿着他爷爷的手机在那看手机呢，这给我气的，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给悠悠把那个手机关上之后，我就先把悠悠抱下去，悠悠在那嗷嗷的哭。后来我就生气了。生气之后，然后他奶奶就赶紧过来哄安悠悠。哎呀，妈妈不是嫌你们睡觉太晚吗？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以前的话，估计我婆婆就得冲我过来大吼一声，但是现在的话，婆婆就没有这个冲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女性还是需要有独立，有自己的这种空间吧。
我也没有，因为我也是很尊重他们哈，我也没有冲我公公婆婆怎么样。然后我就给我公公婆说，我说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我说他们应该睡觉了，都已经快10点了，是吧？因为以前的时候呢，我晚上没上课的时候，都是我8点半就让安安悠悠上床，上床之后呢，我们会认一会儿汉字，然后学一会儿英语，然后呢9点我们准时就关灯。但是现在呢，因为我晚上上课，所以呢就完全把这个他们的作息时间给破坏了。他们因为晚上睡得晚，晚上10点，前天又有是晚上11点睡的觉，现在睡得晚，所以早上起也起不来。就是我公公婆婆吧，我觉得他们没有错，就是宠孩子嘛，对吧？但是宠孩子因为要有一个方法，我是觉得小孩子在上小学之前，我真的不要求他们学太多东西，我是想让他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以及这种作息习惯。然后之前的时候，我跟阿佑的奶奶跟我婆婆一起去参加家长会。여보세요? 네, 안녕하세요. 저 울산 남도 신협입니다. 네? 一看接电话的这小朋友哈，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比较稚嫩，感觉我跟老油条似的，老客气了。不过韩国这银行什么的哈，公务员哈，确实是态度挺好。昨天我在银行里办业务，看见一个人冲着银行职员发脾气，然后那个银行行长就赶紧来赔礼不是，道歉。说到哪了？前段时间不是和阿佑的奶奶一起去参加他们幼儿园的家长会嘛？然后幼儿园的园长就说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发表了一下我的看法，然后我婆婆说，他妈妈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说安佑有的时候晚上吧，在他爷爷奶奶家里边睡，有的时候就不跟我睡，我就给园长说，我说让孩子培养好的一些习惯，然后园长说的对，然后又说了什么事情来，然后我婆婆就说，她说，哎呀，说因为是我们的孙子，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管教他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只能去顺着他们。但是跟他妈妈一起的话呢，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就是想让孩子跟着他妈妈睡觉。但是呢，孩子因为那个安安一般的话就特别喜欢我公公嘛，一旦是去楼上之后，他就不再下来了。然后我婆婆回去说，回去我得给安安说，让他跟他妈妈睡觉，晚上的时候跟妈妈学点东西，是吧？然后婆婆就开始说，你说哎，说那个我们家儿媳妇吧是学教育学出身的，就是对孩子教育这一块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看法等等的，现在又是大学老师，所以呢，我们对他的这个教育方法都非常认同。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的话呢，我们是管不了孩子的，因为对于孩子，我们年龄也到这儿了，对于孩子呢，只能是说宠着。其实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没办法，孩子一直是有的时候来找爷爷奶奶，我们也不能把他往外推，对吧？所以我也非常理解我婆婆，就是确实是孩子想干什么，你说安又有想看手机，那公公婆婆能不给他看吗？对吧？然后之前的时候，舅舅也说我公公婆婆有点惯安又，然后我公公来了就说，等你有了孙子，你自己试试吧。就是表示他们自己对这个孩子这个教育的无奈，其实我也理解他们哈。但是教育嘛，肯定是爷爷奶奶吧，对孩子吧，只要是宠爱就行了。那作为父母吧，想着孩子以后的将来，孩子以后的未来。其实如果以后的话，我们做爷爷奶奶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对孩子又是要求他学这个，又要求他学那个，对吧？但是呢，作为家长是对于孩子是负有责任的。爷爷奶奶对于孩子呢，就是只有爱的这种的，给予爱的这种的拥抱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呢，作为父母呢，就是需要想着如何去教他们呀，如何让他们去有自己的这种规划呀，哈。因为我吧，其实我挺羡慕安安佑的，因为我吧从小吧是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家庭里面哈，我也非常理解我爷爷奶奶，因为像我奶奶作为一个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她其实这么重男轻女，其实我也是表示不可以理解哈。但是呢，确实我就是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家庭里面，因为我吧，
我爸爸吧是属于老三，是属于最小的儿子。那我前2个大伯呢，他们俩生的孩子呢都是女孩，然后所以爷爷奶奶呢就把这个生儿子的这种的期盼呢，就是放在我爸爸身上了。但是没想到我还是一个女儿，所以我爷爷奶奶呢就说实话，其实挺失望哈。所以从小呢我就没怎么在我爷爷奶奶家待过。其实对于我来说呢，爷爷奶奶的爱也是一种缺失，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姥姥基本上就把爱补给我了啊，所以我也挺羡慕哎呦的，他们有这个爷爷奶奶的爱可以去疼爱他们，是吧？那我呢就没有，那我可能就只是在家里，我妈就是给了我足够的这种安全感。虽然我妈吧，她有的时候会对我有一些语言暴力，但是呢，我妈真的是对我非常好，她把所有的希望，把所有的什么都寄托在我身上吧哈。就是用我大舅的话说，我妈是真的挺疼我的。说多了哈，不说了。